Hello，大家好，小袁同学。今天呢，想跟大家分享一支镜头。首先呢，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当你只能留下一颗徕卡镜头的时候，你会选择哪一颗？我想答案都是五花八门的。有的人呢，他说八枚玉是最好的；有的人呢喜欢 Rigid，有的人呢喜欢夜神啊。那徕卡的历史上出现过无数个非常经典的镜头，每个人都有他的喜好偏好，每只镜头都有它的拥趸，那我觉得无可厚非。那这个问题如果问到我的话呢，我今天呢会跟大家说我的最后一支徕卡镜头，可能就是徕卡圣光。这支呢，就是我用了大概1年多的这支徕卡圣光。它实际上呢，应该严格的说，也是归于徕卡的 Summilux M35的第一代产品。从1960年开始，第一代的第一支钢嘴诞生以后呢，它的光学结构就一直延续到了1995年，所以它是徕卡历史上生产时间最长的一支 Summilux。那早期的话呢，它被称为钢嘴呢，是因为它外面有一圈钢做的这个银嘴哈，很漂亮，很精致，用料很足。那么钢嘴呢，现在的这个价格呢，非常的恐怖啊。我们可能买得起的，或者说日常可能会去考虑的呢，也就是那只戴了眼镜的眼镜钢嘴啊。那钢嘴什么都贵啊，然后它的那个遮光罩也很贵哦。我曾经有过一只钢嘴戴眼镜的，有一只遮光罩，然后还有一套皮箱，遮光罩就要16000-17000块钱，简直就是离谱啊！所以呢，钢嘴已经超越了我们日常使用的那种范畴。你就算花巨资买了一只钢嘴，应该也只是拿来做抚摸把玩的一个玩具，而不是一个正常的这个拍摄的这个镜头的工具哈。早期的圣光呢，它是有铜锁扣的，然后后期呢，它就变成了塑料腿了，它连锁扣都没有了。那当中呢，还有一些呢是有银锁扣的。那么，因为我是有那个铜锁扣情节的，那铜锁扣呢要比那个银锁扣要贵1倍啊。那个银锁扣呢又比那个没锁扣的塑料腿的那个版本呢又要贵了很多。圣光这个产品呢，它一直这个话题啊，它一直是处在钢嘴和它的下一代第2代 Summilux 就是双飞的这个当中，它被直接忽略掉了。钢嘴非常非常贵，双飞更贵更贵，因为它量太少了，所以它会非常非常的昂贵。那么后来呢，它就有了 ASPH， 然后又有了 FLE。那么所以呢Summilux 这个代际产品呢，其实就这么几代，所以没有人会去讨论圣光这件事情。但是圣光这个产品呢，真的是非常值得去聊，因为它是所有 Summilux 里面最小的一只，非常的小。非常的小巧，250克的重量，曼德勒的设计非常的精致。那后面呢，因为它加上了很多复杂的结构，加上了非球面镜，再加上了 ASPH， 这样的话呢，它的体积就会大了很多。我们去看现行版的这个 Summilux 35呢，它就会比这只要大上1倍，重量也会重很多很多。大和重当然都意味着它堆料，它的画质会更好，但是对于日常使用的话，它就会多了一个负担。而这支镜头真的是有史以来 Summilux 35里面最轻巧的一支镜头。这支镜头呢是曼德勒在1960年设计的，它是7片6组的结构。为什么它叫圣光呢？是因为它在这个光圈全开的这个情况下，在阳光高光的这个位置呢，它会有时候会让这个高光部位呢
散发出一层光晕出来。这种奇特的这个光晕的这种效果，在后面所有的Summilux 里面呢，基本上都已经看不到了，因为它后来通过这个校正啊、镜片啊什么的，那就把这个给去掉了。所以其实它是一种缺陷。但是呢，我们后来用惯了、看多了现代镜头的那些东西，非常锐、高反差郊外非常好看。以后呢，就会发现看多了以后好像有点无趣哦。然后突然你会发现，钢嘴闪光，哎，它有一种不同于现代镜头的那种古早感，然后它有一些缺陷，在我们看来是无法用数码后期去模拟的那种缺陷，反而成为我们所追求的目标。哎，你会发现这个画面变得如梦如幻，变得不可琢磨，变得像梦境一样。这时候我们就会对这些镜头产生了新的兴趣。这时候，镜头设计的这个缺陷呢，它就变成了它的特色，变成了一种味道。这个也是徕卡一直以来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，就是玄学啊。那这支镜头呢，其实小是它的优点，但是它的缺点呢，就是最近对焦距离呢是1米。这个呢，对现在的人来说呢，就是这个聚焦呢就稍微有点远，我们不能拍近的东西。当然，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转接到索尼的那个A7系列这样的机器上面，微单机器上面呢，来实现这个最近对焦距离的缩短。这支镜头全开是完全一种风格，但是你把它收到2.8或者 f4的时候呢，这基本上就跟七美玉没什么差别了。也是非常的锐，有很多的层次，然后在黑白和彩色的这个胶片上面也非常的这个丰富，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能够买到一支镜头，它在不同的光圈下有不同的这个成像特点和特色的，有的人说，哎，那你岂不是赚到了，对吧？这支镜头呢非常的小，然后呢它有一个特制的这个遮光罩，这个遮光罩呢编号呢是12504，然后它是可以旋开，然后呢里面呢是一片S7的 UV 镜，里面是一片 S7的 UV 镜。这支 UV 镜呢就是只能放在这样的这个遮光罩里面，它是嵌进去以后，由遮光罩把它给固定住的，它并不能直接悬在镜头上面，然后通过遮光罩的这个卡口呢，直接卡上，就出现了一个腰身，很漂亮。然后铜锁扣呢又和黑漆很般配。那我们把它装到相机上。那你就会发现说它的这个尺寸呢，它的这个长短、这个尺寸、这个大小和我们的徕卡相机非常的配，很般配，真的是。后面的Summilux 315，画质无敌，但是我始终觉得它稍微长了一点，或者说它稍微大了一点，它稍微重了一点，没有这支这么精巧。当然，很多人他愿意去选择现行版的这个 Summilux，是因为它有出色的这个画质。但是我个人认为，当你去扫街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你是开到 f4、f5.6以下的光圈，所以你基本上能够得到一支非常锐利的这个镜头，但是小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，很重要的一个优点真的是非常小。OK，那这支呢就是被低估的圣光，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可以去尝试一下。这支圣光其实是非常的特别，有很多的东西，特别是在它 f1.4全开的这个情况下，它的这个郊外成像简直就是扑朔迷离。我第一次用的时候，我是说，怎么会有这样的这个郊外？曼德勒怎么会设计出这样的一个郊外？非常的奇怪，它的郊外会这个高光的这个光源部分，它会有在
距离中心点逐渐远离中心点的那个位置，它那个高光的点光源，它会逐渐被拉伸，然后一直伸出一对小翅膀，感觉这个光源要飞走的那个样子啊。所有其他的这个f1.4的这个镜头，你去看现代的那些镜头，都是中规中矩的，可以预测的。但是在这支镜头上面，你没有办法这么去评判它，因为1.4的焦外扑朔迷离，这个放飞自我，就你没有见过这样子的东西。但是你因此说这是支烂镜头的话，我又觉得，有朝一日你会理解，为什么我现在会很喜欢它。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，当然也是个人的一个喜好的问题。所以呢，我非常相信，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有缘分的啊。